我穿书后被父王听到了心声，便宜姐姐倒在地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父王，您别怪四妹妹，是洛洛不小心摔倒的，我只是蹭破了点皮，没有大碍的。四妹妹还小，她没有坏心思的。看似句句为我说话，实则勾句在泼我脏水。我竖起柳眉，美眸带火，刚想开骂，突然想起我现在的身份是性子沉静的四公主，是以只能轻声说，我没推她。区区庶人，竟敢污蔑本公主！父王皱眉，扭头看向我。父王看我做什么？他不会真信了桑洛洛的鬼话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自己亲女儿的话都不信吗？桑洛洛还在地上哭，父王边上的太监见状，忙把她扶了起来。这世道，谁弱谁有理，早知道我也趴地上哭了。父王背光而立，脸色晦暗不明，他淡淡唤了我一声：庆儿，还是装晕吧，不然又得罚抄书了。随着太监的一声尖细的四公主，我眼白一翻，倒在了地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穿进了一本名为《娇宠》的古早甜文里。女主桑洛洛是宠妃桑榆的女儿，我则是恶毒女配桑洛洛的便宜妹妹齐庆。我们的姓氏不一样，因为我的父王是各恋爱脑，妥妥的接盘侠。贵妃桑榆算是他年少时的白月光，当时我父王还是个籍籍无名的皇子，一心暗恋着还是相府小姐的桑榆。可惜他早早的被老皇帝赶去了鸟不拉屎的燕云，封了个不大不小的燕王。临走前，我那纯情的父王还翻进了向府后院去表白。桑榆一句你是个好人，击穿了我父王的直男心。他伤心地离开了上京，并发誓永不再来。相府小姐没隔几日就嫁给了掌握了齐国大半兵力的季将军，1年后生下了季洛洛。朝堂上隐隐已有季家独大的趋势。在季洛洛3岁那年，季府的权势达到了鼎盛，季将军开始有了疑心，他思前想后，决定造反。乾清门之变来得突然，季将军带着自己的13铁骑逼宫，老皇帝被吓得差点失禁。就在他被逼着写禅位诏书时，我那扮猪吃老虎的父王如救世的神奇一般来就驾了。燕云18骑的弯刀所到之处，皆是残肢断臂。听说那日的乾清门下仿若下了场血雨，满地猩红，瑰丽至极。季将军大败，老皇帝身子本就被酒色掏得差不多了，被这么一下也就油尽灯枯了。临死前哆嗦着把皇位传给了我的父王。我父王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逆党，既是满门落了大狱。照道理，作为将军夫人的桑榆应是难逃一死的，可我父王硬是把她保了下来，连带着他的3岁幼女一并接入了宫里。不得不说，舔狗做到我父王这份上，也是世间少有的。我父王原还想封桑榆为后，可前朝大臣不乐意了，无奈父王只好先封她做了美人。桑榆也是利落，刚进宫就给自己女儿改了姓，随她姓桑。桑洛洛生的浴血可爱，倒是讨喜得很。至于我是皇后所出，形似宫里最尊贵的嫡公主。我母后出身世家大族，是我父王登基时大臣们给她推选的国母。她端庄温婉，行事稳重，这样的人才放我们现在妥妥的企业高精尖啊。可我那缺心眼的父王就是看不见我母后身上散发的优点，自那桑美人入宫后，便是夜夜传召，除了初1、15来我母后这儿打个卡，其他时间全在听竹宫里。父王独宠桑氏，甚至顶着朝堂压力给了她贵妃的位置。在书中，原主十分渴望父王的爱，他很羡慕桑洛洛，同时也疯狂地嫉妒她。从小到大，桑洛洛抢走了他太多东西，所以当他的未婚夫想悔婚另娶桑洛洛时，他黑化了。原主一直和女主作对，最后被活活烧死在了自己的宫殿里。自我上回中暑后，我和父王的关系和缓了许多。他不仅没罚我，还赏了许多东西进我的长乐宫。母后觉得父王突然像个人了，对着父王的笑容都多了几分真诚。父王留在我们这的日子渐渐多了起来。夏日天热，我时常送甜汤给父王。勤政殿里，我看着在父王身旁立着的桑洛洛假笑。哟，洛洛姐也来送甜汤呢。庆儿，
过来。父王冲我招手，我昂着头走了上去。在看到桌上那碗精致的甜汤时，我默默把食盒背到了身后。早知道今天不自己做了，呜呜呜，这叫我怎么拿得出手？父王，既然你已经有一碗了，儿臣这碗就……我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父王却突然笑了，他拿开桌上的甜汤。无妨，你顶着日头拿来的，朕自然要喝一些。四公主，奴才帮您。父王身边的来喜公公笑眯眯地拿过我的食盒。当一碗漆黑的绿豆汤端上桌面时，我们三个都沉默了。桑洛洛捂嘴惊呼：“四妹妹，这是……”我垂下头，无地自容。陛下，来喜公公想撤下去，父王却摆了摆手。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，他硬着头皮喝了一口，然后评价：“还不错。”真的吗？我眼睛微亮，他点点头。也算，别有风味吧。呜呜呜，父王，你真的……我哭死。喝完甜汤，父王又要继续批折子了。他示意来福送我们出去，我扒着桌角不肯走。父王，过几日就是儿臣生辰了。他从折子里抬起头，正对上我的眼，我露齿笑道：“父王能来凤仪宫吗？我想父王和母后一起陪我过生。”朕知道了。我欢天喜地地退下了。临走，还不忘送桑洛洛一个挑衅的眼神，把他气得跺脚。生辰这天，我和母后等许久，都等不来父王的踪影。桌上的菜冷了热，热了冷，直到日落西斜，夜幕降临，母后嘴角的笑意逐渐淡去，她怜惜地摸了摸我的脸颊。庆儿，想来是你父王今日事多。是啊，父王是挺忙的。刚刚宫人通传，我都听见了。人还在听竹宫呢，怕是早忘了自己亲口承诺要来参加女儿的生日宴这事。许是我眼中的落寞刺着母后了，她突然站起身道：“母后去看看，你再等会儿，若是饿了，就叫巧春给你拿果子吃。”她打算去听竹宫抢人。母后哪里对付得了那只狐狸精，可别吃亏了。母后，我拉住了她，不等父王了，我们先用膳吧，庆儿饿了。我撒娇道。母后缓缓坐了下来。就在我们两人刚拿起筷时，宫人们的请安声由远及近，一层层递了进来。父王来了。他目光扫过桌上尚未动过的碗膳，软了神色。是朕不好。母后垂眸，端上一盏汤。陛下国事繁忙，可要注意身体。父王面露窘色，我抿嘴偷笑。母后阴阳人的功夫又见长了。庆儿，父王来迟是因为去给你选生辰礼了。面对父王欲盖弥彰的解释，我扯了扯嘴角。既是父王精心选的，那定是极好的。晚膳用完，父王拉着我去了太极宫。他没让旁的宫人跟着，偌大的店里此时只有我们两人。我颇为疑惑地看向他，父王老神在在地立在中央。出来吧。刷刷，两个身影从梁上翻身而下。我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攥紧了父王的衣角。只见一男一女单膝跪在地上，两人均穿着黑色劲装，头戴面具，一副牛角面具，一副兔儿面具。丑土，卯月，参见四公主。这是……我愣在原地。父王指着他们道：“这是专供皇室的暗卫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他们两个的主子。”我看着这两个暗卫，默默想起今日拿到的生辰礼。母后送了一套红宝石头面，长姐送了我一匣东珠，三哥送了珊瑚，贤妃娘娘送了金钗，陈妃娘娘送了玉镯。父王猛地一咳，我茫然地把视线转到他那。这些暗卫万金难抵，父王真是抠搜。暗卫这事儿须得掩人耳目，回头朕会赏你些金银珠宝，外加郊外的一座温泉庄子。亲爹，不愧是我父王，出手就是大方且豪横。我就知道父王励精图治，国库必然充盈。父王有些无奈地摆摆手：“行了，早些回去歇息，东西明天一早我就叫内务府给你送去。”我压下心头激动，行了个大礼，谢父王赏赐。齐国暗卫分为天干、地支两部，10位天干负责帝王安危，12地支看顾皇子皇女。我排行在4，照理说我的暗卫应该只有卯月一人，可眼下他却多给了我一个，
而且排行还是2位的丑土。我还以为他会给桑洛洛呢，毕竟他现在占着个二公主的头衔。不过，要不是我那正儿八经的二皇姐夭折了，哪里轮得上她这个异姓女做这个二公主？更别说桑洛洛这个二公主还是桑氏低座小求来的。这么看来，我这个父王还算没有完全丧心病狂。我一个身份尊贵的嫡公主，有2个暗卫，也是很合理的嘛。早上，内务府呈上来了2匣金子，当真是金光闪闪，惹人喜爱。我爱不释手地擦了半日后，才想起父王还送了我一个京郊的温泉庄子，于是我便约了长姐一同去泡温泉。马车晃悠悠地驶在公道上，我正和长姐聊得火热，突然车停了下，外头车夫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长公主、4公主、2公主她。”我心道一句晦气还未发作，长姐已经掀开了车帘。桑洛洛一袭鹅黄宫装，正立在公道中央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哪有人站马路牙子当中的啊？这车夫怎么不直接撞死他？长姐蹙眉，冷哼一声：“好狗不挡道，桑洛洛，你杵这儿是做什么？”长姐齐汉，是父王在燕云做王爷时生下的。他母妃原是父王的侧妃，可惜在生他时难产去了。他和我一样，算是原书里的炮灰，在开始也就出场了没几次吧，算是给女主制造难堪的工具人。齐汉自小养在我母后身边，与我关系极好，他是真心拿我当妹妹看待的。而且他会这般看不上桑洛洛，也有我的缘故在。原书里，他被女主算计着去和亲，嫁去北境，死在了那座冰冷的宫殿里。想到这，我看向桑洛洛的眼神逐渐变得晦暗起来。让开！桑洛洛眼中泛起泪花，不但不让，还走到了我跟前，凄凄哀哀地说：“四妹妹别生气，我只是为上回的事来求四妹妹原谅，是我不好，惹得你和父王生了嫌隙。”她哭得正伤心，见我伸出拿着绢帕的手，还以为我要帮她擦泪，露出了个柔弱又可怜的笑来。四妹妹，她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公道，桑洛洛不可置信的捂脸看我。长姐眼睛雪亮亮，很是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可以啊，齐小四，早和你说过，对付这种装乖卖巧的女人，打就是了，给她脸做什么？你总算听我一回话了。”桑洛洛垂下眼，死死咬住唇瓣，过了许久，她才低声说道：“四妹妹，若是这巴掌能让你消气……”桑洛洛，我声音骤冷：“别在这儿做戏了，父王又不在。”桑洛洛哭唧唧地跑了，估计又准备去父王那告我一状。长姐大掌一挥，拍在我背上：“四妹你莫担心，届时我会给你作证，就说是那桑洛洛是自己撞你手上来的。”可多谢长姐。嘿，车子出宫后，视野开阔了许多。长姐无心窗外的风景，正好奇地打量着卯月。在书中，因为齐庆只有一个暗卫的缘故，卯月一直都是隐在暗中的。我来后，剧情生了变故，我便让卯月转到了明面，做了我的贴身宫女。小四，父王给了你2个，可真好。不过你外头那个没我的那个标志，生得太黑了。他小声地说着，我笑了笑。长姐，你的暗卫呢？这次可有带来？当然有啦，他叫子期。我和你说，有一回我偷看他洗澡。长姐，你口水流出来了。哎呀！我们低低笑作一团。夏日刚到，四处皆是生机盎然。晚上，我泡在水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不远处的黄金街。长姐问我在干嘛，我悠悠地说：“我在想，是把这台阶一整个铲走，还是打碎了带回去。”长姐，宫里的太学来了位新夫子，他出身西陵赵家，学识渊博不说，骑射也是十分精通。这么个文武双全的奇才，父王居然舍得让他来教我们这些纨绔。不过他的确是最好的人选，于身份来说，他压得住我们这些皇亲贵胄世家子弟；于学问来说，他是年少成名的才子，教导我们绰绰有余。长得也是颇为俊俏，甚是仰慕，就是脾气太冷了些，不苟言笑的，罚起人来毫不手软。这不，我刚挨完戒尺，他就冷着眉眼道：“屋外站着去。”屋外，我和永昌侯府的小世子眼瞪眼。
我们刚打完一架，起因是他看不惯我欺负桑洛洛。泼妇！我挥了挥拳头。怎么，周旭，你还想挨揍是不是？呵，其四，有我在，你休想欺负洛洛。能叫我一声其四的人不多，周旭算一个。世人皆知，永安侯府的小世子是京中出了名的小霸王，他家世显赫，父亲是军功赫赫的永安侯爷，母亲是我父王唯一的胞姐荣德公主。按辈分来说，我还得叫他一声表哥。不过我这表哥脑子不太好，他是桑洛洛的忠实拥护者，以前见着原主也总是没什么好脸色，刻薄挖苦都是家常便饭。刚刚他为了给桑洛洛出头，竟然敢推我。我脾气不如原主温顺，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索性新仇旧恨一并跟他算了。我下手很重，那么多人看着，周旭并不敢真的动手打我。虽然胖揍了一顿周旭，不过我又不解气，毕竟始作俑者还在屋里朗诵诗歌呢。下次我连桑洛洛一块打，看你拦不拦得住我。周旭气得大叫：你！砰！2卷书从屋里飞出，精准砸在了我们头上。随后凉薄的声音响起：闭嘴！我们顿时噤了声。我在太学打架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父王那里，还未下课，来喜公公已经在外头候着了。我这才后悔起来，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呢？这几日刚树立的乖巧小棉袄形象算是裂了个稀碎。四公主，陛下请您过去。我无奈去了父王那儿，刚到，父王就黑着脸叫我跪下。你一个公主，竟学人打架，成何体统？我瘪嘴，有些委屈。父王，你都不问缘由，就如此斥责儿臣。父王扶着额角，深吸一口气问道：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打架？自然是他先招惹的我。我刚想解释，便听见来喜公公在外头通传：陛下，2公主求见，说是为了4公主这事儿来的，让她进来。桑洛洛一来就跪在了地上，红着眼道：父王，这件事都怪洛洛，您别罚4妹妹。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，还不都是因为你故意装摔，害得周旭那个傻子以为我推你，是我不好。桑洛洛低气，都怪我走路不稳当，让世子误以为4妹妹推了我。是，你快回去找个鞋匠看看你的鞋是不是不合脚，一天到晚的怎么净摔倒。父王，您千万别怪4妹妹，都是洛洛的错。要是洛洛走路再仔细些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，一天天的，嫌你啦。就你脚小，容易摔是吧？刚要不是周旭那小子拦着，我指定连你一块揍。室内突然一片寂静，我捂住嘴，和父王干瞪眼。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桑洛洛摇摇晃晃的被搀走了，走之前还一个劲的哭。父王，洛洛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父王的脸越发黑了，就在我以为他要罚我时，还跪着做什么？这就放过我啦。我麻溜起身，小跑到父王那儿谄媚道：父王，儿臣保证以后不打架了。父王冷哼，我忙摊开手心卖惨：赵夫子已经罚过臣了，儿臣知错了。该打！呜，回去把药擦了，再有下次。我连忙摆手：不敢了，父王。最后，父王让母后好生教导我规矩。母后看到我掌心的伤后，便忘了这茬事。她心疼地给我上了药，问明白事情经过后，更是寒了脸。这周家小子是非不分，你打得很好。至于另外那个，母后会帮你教训的。我儿的委屈岂能白受？我母后不仅断了桑洛洛的月俸，就连入下菜新衣都没她的份。桑贵妃前来说和，母后笑眯眯地说：2公主上个月让司仪局做了条流光裙，本宫去看了账，竟花了足足500两。桑贵妃，就算是中宫嫡出的4公主，这个月过生都没有做上一件500两的流光裙呢。桑贵妃被我母后堵得一句话说不出，气呼呼地离开了凤仪宫。更耐人寻味的是我父王的态度，他这次竟是一句话都没帮桑洛洛说。桑贵妃一直都是走温柔小意的人设，所以也不敢胡搅蛮缠。可宫里的风向已经开始渐渐变了。以前虽然也有不少人拍我马屁，但最近拍我马屁的人更多了些。就连在太学里，那些学生见了我都不免奉承2句。
四公主今日穿的这件绣春百花裙当真好看，和这东珠坠子极衬呢。二公主，您说呢？这些人当真是人精。我勾起唇角看向桑洛洛，她红着眼颤微微地说了句好看后就跑出去了。周旭看了心疼，又来找我麻烦了。打架我是不怕的，不过被父王知道了就不好了。于是我把周旭约到了无人会去的御花园后山。其四，我可是你表哥，你下死手是吧？周旭捂着右眼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我斜睨了他一眼，将公主的架子端得十足。周旭，你屡次对本宫不敬，看在咱俩亲戚的份上，本宫没叫丑土卸你一只胳膊都算好的。你……周旭绷着身子想冲上来，却被丑土一脚踹中腿窝，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我俯下身，狠狠掐住他的下巴，和他眼对眼。周旭，再有下次。威胁的话还没讲完，周旭骤然脱离了我的掌控。他涨红着一张脸，连滚带爬之余，还不忘放句狠话。其四，你给小爷等着。周旭跑了。丑土看向我，我摇摇头。算了，随他去。他若去父王那告我一状，那明日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他周旭又被我按在地上狠打了一顿。再说，这次是丑土打的，和我没关系。我也算是听了父王教诲。堂堂公主，岂能亲自动手打人？一连3日过去，父王并没传召我。学堂里，周旭也不再找我麻烦。想来，他也觉得一连给我打2次丢人。四妹妹，你瞧瞧，啧。长姐嗑着瓜子，一个劲摇头。我的未婚夫沈谨言正在和桑洛洛研究诗词歌赋，他的目光缱绻，全然没有平日里看我时的那种不耐与厌恶。我抓走长姐手中一半瓜子，冷冷一笑，真是才子佳人，好不相配。长姐吐出瓜壳，哼，好一对奸夫淫妇，可不是吗？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男人可要不得。长姐说的是。我和长姐的瓜子越嗑越快，我正要问她这瓜子是哪个厨子炒制的，周旭突然冒了出来。喂，其四。他右眼的淤青还没消，有些滑稽，我没忍住，喷了他一脸瓜壳。周旭恼了，别嗑了，你吵到我背书了知道吗？我放下瓜子，问他，周旭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坐在最后一排吗？他愣住，为什么？我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因为夫子觉得我们无药可救，不是读书的料子。长姐则道，你这首只有4句话的诗，背了3日还未背出来，要我说还是放弃吧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去耍耍你的长枪呢。周旭沉默了，他看向第一排的沈谨言和桑洛洛，目光有些哀怨。傻子，他桑洛洛爱的是诗词歌赋吗？出于同情，我把手里剩下的瓜子都给了周旭。他狠狠一颗，然后泪流满面。呜呜，这瓜子是哪个厨子炒的？我不爱吃5香的。中伏一到，父王就带着我们去了京郊的丽白宫避暑，同行的还有荣德公主一家和沈相一家。晚宴上，桑洛洛表演了一曲倾城舞，周旭的眼睛都看直了。荣德公主的脸黑了整场。周旭喜欢桑洛洛，就差在脸上刻字了。可荣德公主怎么会看得上桑洛洛这个逆贼之后？在她看来，桑贵妃无非是个没有皇子傍身，空有一身宠爱的女人。桑贵妃早些年在大狱里落下了寒症，吃了无数药都调不好，她没有子嗣，只有桑洛洛这个身份尴尬的女儿。当时建议父王收桑洛洛为一女一室，还是我母妃力主推荐的。一个异姓女，长期和皇子皇女们吃住在一起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特别是我三哥，随了贤妃的脾性，为人憨厚，一双眼里透着清澈的愚蠢。他还是赵夫子的死忠粉，每天下课就是劝说夫子出事。至于陈飞生的五弟，年纪还小，才3岁。想来桑洛洛应该不会这么变态，去勾搭一个3岁小孩。五弟的外祖是御史台出了名的陈大人，就连我父王都被他参得头痛过。桑洛洛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宫里行不通，他就找宫外最有权势的人。周旭虽然家境不错，可还是不敌如金正当头的沈相家，更何况我这表哥是个20祖，哪比得了沈谨言这个京城第一才子。
沈谨言未来是要进中书的，周旭最多继承他爹的爵位，然后混吃等死。是个人都知道选谁好吗？入夜，山里的月光透着丝清冷，八角亭下，一对相拥的男女正在互诉衷肠。我和长姐恨不得插根天线在头上。我们脚边躺着被刺激到昏厥的周旭，一直等那对野鸳鸯幽会完，他竟还昏着。长姐蹲下身，打了好几个巴掌，周旭才悠悠转醒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他眼神空洞，从衣襟里掏出一块帕子死死攥住，痛苦道：他送我手帕的时候，明明说了等我的。被 CPU 了吧？人家女主极限拉扯，你个傻子。我一点都不同情周旭，甚至还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看他现在这副德行，不枉我看戏时提前叫上他。长姐甩了甩手，表弟不愧是打小练武的，好深厚的皮子，扇得我手都疼了。呜呜，周旭开始哭起来，我和长姐对视一眼。小四，回去睡了。没劲，嘴都没亲。可不是嘛，两个人大半夜来这边吟诗作对，真是有病，给我听困了都，跟夫子上课似的。被无视的周旭哽咽道：你们就不能关心下我吗？我挑眉，叫出丑土。你留下来陪小世子哭，等他哭累了就送他回去。丑土，是主子。周旭，父王这次来立白宫，难得一连3日都宿在我母妃这。第4日，桑贵妃半夜犯急，父王披上衣服去了他那儿，再没回来。我原以为母后会不悦伤心，可我清早去请安时，她面色红润，唇角带笑，一副昨晚刮刮乐刮出了100万的模样。母后，我欲言又止，母后不解地看着我。怎么啦？我小心翼翼问道。父王昨晚宿在丧事那，您不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这又不是他第一回用这样的手段。母后笑笑，这般极其无所谓的态度，让我不禁发出了疑问。母后，父王不来你宫里，你好像更开心些。母后顿了顿，摸着脸问我，有这么明显吗？我点点头，有。您就差原地扭秧歌唱，今天是个好日子了。母后，你不爱父王吗？庆儿，母后敛了笑意，神色认真道：皇宫里最无用的便是帝王爱。你父王旁的都好，唯独在丧事这件事上太过儿女情长，当初就该杀了他，以抚慰那些死去的将士。可你父王没这么做，若不是他于政务上用心，没有别的差错。母后的眼神一厉，全然没有平日里的温顺贤良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母后。我满心震战，有什么记忆浮现在了脑海里，那是书中从未描述过的画面。我的母后出生于镇国公府，我的外祖是陪着先帝西征的齐国神将，就连我的舅舅，如今的镇国公，都是令北静闻之色变的常胜将军。百战之师楚家军已经有30余年未尝败绩了。我母后是楚家女，她也曾陪舅舅上过战场，她见过戈壁的黄沙，饮过绿洲的甘泉，听过夜间的驼铃。这样的她，又怎么会让自己陷于所谓的帝王爱里？她不是争不过丧事，她是从未想过去争，因为她根本不在意这些虚妄的情爱。在这深宫里，她只在意自己的女儿。她确实是个明君，但于你来说，他并不是个合格的父亲。母后抚着我的发顶，眼底泛起柔光。不过最近他倒是像个人，知道护着你了。父王好像确实变了，这几次桑洛洛陷害我，他都站在我这边。估计是我马屁拍得比桑洛洛好。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是齐庆的视角。藩王叛乱，江南水灾，多事之秋，偏偏父王还病倒了，母后前去侍疾。位居镇国公的舅舅奉命去镇压起兵的藩王，也不在京里。人人都说父王的病是被我气的。我因蓄意杀害桑洛洛，被父王禁足在殿里，刑期半年。禁足倒也不难受，难受的是不能见父王一面。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明明在最后收了手，那是桑洛洛故意摔下去的。卯月，你能帮我去瞧瞧父王吗？公主，卯月需要待在您身边，以确保您的安危。宫里能有什么危险？如今我这长乐宫连狗都不乐意来。任我如何说，卯月仍是固执己见，
我只好每日抄点佛经，祈求父王身体尽快好起来。这天正抄着，我突然感觉一阵眩晕，有个蒙面人从窗外翻了进来。卯月刚提起剑，人软倒在了地上。阮金散，卯月撑着剑半跪起身，那人却越过他向我走来。公主，几乎是一瞬，卯月就到了我身边，他的腿侧插着一把匕首，站都有些站不稳。有意思，你闻了阮金散这么久，竟还能动。他身上带着的2块环玉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叮铃声。我循声看去，是少有的汉白玉，上面还缀着青穗。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伸手想碰我。卯月提剑刺去，厉声喝道：敢动公主者，死！那人轻笑，素闻齐国王是暗卫，忠心耿耿，如此，我便全了你这忠心，让你随你主子一块儿去。中了阮金散的卯月不是那人对手，很快败下阵来。可他并没有一剑杀了我们，而是说，就这么杀了你们，有人怕是不会高兴。他在房里来回走动，最后将视线定格在了烛台上。哐当一声，烛台被翻倒，火舌很快席卷了整个房间。漫天的火光中，那人满意地点点头，扬长而去。公主，卯月想带我出去，可他身负重伤，哪里背得起我？卯月，别管我了，你一个人可以离开这的。不，公主。卯月摘下面具，笑着对我说：公主若死，卯月绝不独活。我醒来时，枕边全是泪，心脏疼得厉害，我蜷缩在被里，发出阵阵低吟。帐外的人听到动静，轻声唤道：公主。熟悉的声音，一如往常。我哑着嗓回他：卯月。床帐被轻轻掀开，一盏温茶端了进来。卯月见我满头的汗，小声问道：公主可是演着了？我点头，端起温茶一饮而尽，脑里仍回荡着那句：公主若死，卯月绝不独活。齐国皇室暗卫，何止忠心耿耿？就着微弱的天光，我仔细打量起了卯月。圆脸杏眼，一副稚嫩长相，再加上粉衣俏丽，压下了眉眼的煞气。任谁都不会信，这么可爱的女子会是齐国数一数二的暗卫。她和丑土一明一暗，伴我左右。我出生到现在，父王做的最让母后满意的事，便是在我生辰时送了我2个暗卫。他甚至还夸道：你父王这是办得着实不错，看来他是真心护你，不然不会把他们2个一并给你。我以前不懂，只觉得暗卫拉风极了，刚好圆了我装逼的夙愿。如今我总算懂了母后所言，可心也随之沉了下去。他们以命相托，我这做主子的自然不能太差了，至少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这么被动的局面。卯月，叫彩青他们进来伺候我更衣，我要去见父王。我麻溜起身，一众宫女鱼贯而入。我要召夫子来立白宫。父王老怀安慰，以为我是突然开窍了，想好好学习了，当即就派来喜公公亲自去接人。下午，赵夫子就到了，父王特地为他准备了宴席。席上，周旭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一阵黑一阵紫一阵，堪比调色盘。他还没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，如今皱纹噩耗，更是喘不上来气了。其次，他咬牙切齿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你要是想我死在这立白宫，你就直说。长姐一顿饭下来，魂不附体，看都不敢往赵夫子那看。出息！我斜睨了他们一眼，然后淡淡开口：夫子上的是1对1。此话一出，他们2人都放下心来。原是误会，误会。长姐来了胃口，扒饭的速度都变快了。周旭笑眯眯的给我夹了个大鸡腿。读书费劲，表妹多吃些。世子和四妹妹关系真好。旁边传来桑洛洛略显酸溜的声音，我没有理他，而是好整以暇的看向周旭。吃饭。周旭瞪了我一眼，出乎意料的没有回桑洛洛的话。桑洛洛的脸顿时没了血色，他低下头，死死攥着手里的筷子，却再没吃上一口。我估计他现在可能在想，为什么舔狗世子突然不舔他的这回事。饭毕，桑洛洛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堵了周旭。周旭对他的态度有些冷淡，桑洛洛红了眼眶。阿旭。周旭的身子骤然顿住，看他眼神空成那样，估计已经在回忆过去了。
我不合时宜地啧了一声。表哥，不是说天黑了就带我们去捉萤火虫吗？还杵在这儿做什么？他和桑洛洛之间若有似无的氛围被我破了个干净。我咯咯直笑，周旭脸有些黑，但也没恼。他走过来，掐着我后脖道：“走走走，就知道催。表哥，疼疼疼！”不知不觉，我和周旭的关系比之从前好了不少。特别是桑洛洛和沈谨言的奸情暴露后，周旭简直是我为他的天涯沦落人。他甚至觉得我这么着急要赵夫子来，是为了好好读书，好吸引沈谨言的注意力。表哥劝你，那沈谨言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身上有婚约呢，还勾搭人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你，长姐凑过来，要我说都不是好人。我点头，确实。周旭僵了一会，最后泄气。唉，赵夫子，赵衍，西陵郡的传奇人物。原书中对他的描写并不多。他做了1年夫子后，父王本想留他下来，但他婉拒了。西陵赵家七朝不倒，若有出世者，必能封相拜侯。三哥总说赵衍是人才中的人才，满腹经纶不说，于国策上的见解更是令人叹服。沈谨言明年春天要会试了，等他考完，估计就要入朝了。他入朝后，在沈相的扶持下，让沈家的权势达到了顶峰。我因蓄意杀害桑洛洛被父王禁足，沈谨言怒不可遏。彼时的他不再是受人掣肘的少年，自然也有了选择的权利。他要与我解除婚约，另娶桑洛洛。不过我们的婚约还未真正解除，我就被烧死在了自己寝宫里。我需要赵衍留下，我不能让沈谨言得势。我要成为赵衍最得意的弟子，这样到时候弟子有难，他这个做老师的总不能袖手旁观吧。于是我带着对未来美好的畅想开始了求学生涯。结果，砰！四公主！我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正好对上赵衍微晕的青眸。我尴尬一笑，要命，又睡着了。站起来。是。我拿着书站起，赵衍闭了闭眼。书拿反了。啊，夫子，我昨夜一想到今日要接受夫子的教导，就特别兴奋，然后睡得晚了一点点。继续站着。晨课结束，我的腿也站麻了。我一瘸一拐地走着，赵衍路过我时，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我眼底的乌青。四公主今晚不去抓萤火虫的话，明日的晨课应该不会再犯困。上了几日课，我没有把自己逼疯，倒是把赵衍逼疯了。他额上的青筋暴起。你这手是想表达什么？昨天中午吃的烧鹅实在肥美。我是叫你以生活为灵感写一首5言诗。对啊，好大一只鹅，5个字，夫子。呵，好了，面瘫脸夫子如今终于有了表情。只见他拧着眉又看了眼我的诗，最后叹了一声：罢了，你抄会诗经吧。写字我熟，我以前被罚着抄过许多书的。我边说边把纸铺平，然后抬头看向赵衍。夫子，父王都说我写的簪花小楷好，我给你写2个。见他颔首，我喜滋滋的提笔蘸墨，在纸上写下赵衍2字。怎么样？尚可。得了夸，我又在赵衍的名字旁写下了我的名字，写的那叫一个工整。夫子，送你了。我把写好的字折好塞进赵衍怀里，他忽然倒退了2步，我失去重心，险些摔下椅去。慌乱中，我抓到了赵衍的腰带，勉强稳住了身形。可还没来得及庆幸，那嵌着玉的腰带不堪重负崩了。崩了！在我即将摔个狗吃屎的时候，赵衍扶住了我，而我的脸随着惯性撞在了一个比较难以启齿的地方。赵衍，扑通！我还是摔到了地上，赵衍跑了，只留下一条断成2截的腰带。赵衍病了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我们自然要过去慰问。我走在最前头，身后传来桑洛洛的轻笑声。听工人说是四妹妹把夫子气着了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目露凶光。桑洛洛被吓得顿住了身子，沈谨言蹙眉。四公主，四妹妹是外面都这么传的。她一向顽劣，若说她气病了夫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谨言，你别这样说，四妹妹要伤心的。她以前就不思进取，
亏我还以为他这次会改过自新。这两货真当我是橡皮捏的啊！我还没开始发火，周旭已经冲了上去，他推搡了一把沈谨言。沈谨言，你再说他一句试试。长姐压下眉眼，没了平日里的嬉笑，面色阴沉。沈公子，怕不是记错了自己定下婚约的对象了吧？这两人，他沈谨言现在一个都惹不起。沈谨言下意识地看向我，这是在等我给他解围呢。之前为了不崩人设，对沈谨言，我从没有当众给他难堪过，这也让他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视他为天的齐四。不过眼下就我们5个人，我也不太想装了。我冷笑，望一皇室可是要下大狱的，你拿身份压我？沈谨言的脸色一黑，落在我身上的视线带了几分厌恶。我气性一下就来了，他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一个臣子的儿子，还敢给我这个嫡公主脸色看，反了天了他！压你？我何止压你，我压的是你们2个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丢行宫地窖里去？她是2公主，是你的姐姐，你怎么可以如此无礼？沈谨言一本正经说教的模样，着实好笑。关键是桑洛洛居然还真摆出了自己2公主的架势，不过她的架势没有摆几秒就被我戳破了。一个没有在玉蝶上的公主，也配叫公主？不过是父王新词，给了她几分体面罢了。桑洛洛的脸顿时憋得通红，她眼里很快蓄起了泪，却故作坚强，不肯哭出来。我嗤笑出声，十足十的恶女模样。桑洛洛，麻烦你以后看清自己的身份，下次看到我，记得夹着尾巴离远些。沈谨言扶着摇摇欲坠的桑洛洛，死死盯着我。4公主身份尊贵，想来我沈谨言也高攀不起。他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沈谨言以为我慌了，也没给我挽留的机会，昂首挺胸地带着桑洛洛走了。剩下我们3个站在回廊里，迎风凌乱。我一根烂黄瓜，他在拽什么啊？长姐，他这是想悔婚？要悔也是我们毁他啊。周旭，表妹，你若实在想哭，表哥的肩膀借你靠。赵衍没有见我们。周旭问我，他的病真是你气的？想到昨日，我面露窘色。大概吧。长姐担忧道。你做什么了？夫子脾气不大好，你小心他好了以后打你戒尺。也没什么，夫子是君子，如何会与我这个小女子计较？而且这事说来也是我吃亏些，他赵衍有什么好气的？于是我又一个人折了回去，他还是不见我，但架不住我扒着他的门框，边喊边哭。夫子，夫子！门开了，赵衍立在门边，一身鸦青色长袍，像极了江南的烟雨。我不由多看了2眼，他撇过头去。进来。好嘞，既让我见着他了，我就默许他原谅我了。第2日，我又恢复了晨课。赵衍让我继续抄书，没事别抄抄。这一抄就抄到了下课，我有些怀疑他这是特地在罚我。哪有人上课叫学生抄2个时辰书的啊？就这么抄了几日，手都发抖了。半夜我坐起身，不是，他有病吧？晚宴上我的手夹菜都抖。父王觉得我学习刻苦，特地赏了我2匣金银珠宝，还说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一时五味杂陈。父王让我好生谢谢夫子，我带着忍痛分出来的1匣子金银珠宝，敲响了赵衍的门。4公主。外头正下着雨，淅淅沥沥的声音和赵衍的声音极配，听得人酥酥麻麻。夫子，我拿出那匣子珠宝，微笑，感谢夫子这几日的教诲。4公主心意我领了，礼就不必了。这样啊，我就说夫子不喜这种俗物的。我把匣子收了回去，脸上的笑容都多了几分真诚。夫子真是君子。呵，赵衍笑了，想来我这马屁应该是拍对了。我还在他那儿多喝了1盏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已经是他比较中意的弟子了，在他心里已经排得上号了。我们还一起吃点心，没想到冷冰冰的夫子也喜欢吃那么甜的酥饼。回去时本来心情挺好的，可沈谨言在半路上拦住了我。晦气！4公主，我往后一个大退步，默默拉开我们的距离。你有什么事？
他看了眼我身后的卯月道：“我想和公主单独说两句。”我没动，卯月也没动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沈谨言被我下了面子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你要是不说，就让开。公主，沈谨言扯住了我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上次我的话说得重了些，公主莫要往心里去。”我停下身子，仔细打量了一番沈谨言。不得不说，作为原书的男主，他生的芝兰玉树，温润尔雅，确实有让人动心的资本。特别是现在脸眉垂目的模样，能屈能伸，不愧是以后能权倾朝野的人物。公主，沈公子，如你所言，你们沈家确实配不上我。呵，等我劝赵衍入朝，你爹还能做得了丞相？你爹做不了丞相，你又怎么能平步青云？我在父王那儿用膳，本想着要不要帮他劝赵衍入朝，我也好捞些好处。没成想，父王主动提及了。朕看你和赵衍相处的不错，不如你去劝劝他，让他留朝做官。父王的眼缝都快眯没了。我伸手，父王，要入秋了，听说蜀地的蜀锦做衣裳特别漂亮，今年那匹最上等的给你。一匹哪够儿臣做衣裳的？我还寻思给母后做一身呢。2匹，不，4匹，4匹都给你。成交。我心满意足地退下了。第2日课毕，就叫人去请了赵衍来。本想着可能要多请几次，没成想他没拒绝，直接来了。卯月带人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吃点心。听到工人通传，我慌忙把吃了一半的点心重新摆好，拍了拍身上的膏屑，起身迎他。夫子，我笑容灿烂，就像晌午的日头。四公主，可是有什么事？他来前我就已经遣退了店里的工人，在我示意卯月去门口守着时，赵衍挑了挑眉，背着手也不吭声。夫子，请坐。四公主，有事但说无妨。你先尝尝这个。我笑嘻嘻地递了块栗子酥过去。赵衍和我的喜好出奇的一致，都爱吃这个种酥饼，尤其是栗子酥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见他咬下一口，才开始说道：父王叫我劝你留朝。话说一半，我立马跑到赵衍面前，捂住他正要往外吐的嘴巴。手心微热，赵衍被栗子酥卡得满脸通红。随着他的喉结滚动，确保他咽下了，我才松开手。夫子，吃人嘴软。赵衍额头的青筋跳了跳。你……我双手合十。夫子，求你了。他什么话都没说，放下栗子酥，径直就往外走去。夫子，我喊住他，你出不去的，除非你今天答应我留下来。四公主，赵衍沉下声，高官厚禄，实在不是赵衍所求。那夫子求什么？只要夫子愿意留下来，不论是什么，我都将双手奉上。赵衍没回我，我没了办法，只能拿出我的杀手锏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黑色的腰带衬着我白皙的手腕，有些晃眼。赵衍看清后，险些没气晕过去。没错，这是那天他留下的，我把它捡了回去，还亲自给他缝补了。夫子，你要是不肯留下来，我就去和父王说，我们2个早就私通了，让他招你做我的驸马，这样你一辈子都休想回西陵。赵衍错愕道：你有婚约在身，你不要名声啊。夫子这样都不肯点头，难道真想做我驸马？我一边走上前，一边把手里的腰带塞进衣襟里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怎么这么不知羞？他有些崩溃，都不喊我四公主了。我知道你没有入朝的心思，可我真的很需要你。一不小心把心里话都说了，见赵衍看向我，我连忙改正道：我父王真的很需要你。赵衍答应了。父王生怕他反悔，第2日就说启程回宫。回去后就让他接任了大理寺卿一职。赵衍一上任，我们的夫子也换了人。新夫子是个老学究，课上得人昏昏欲睡。我不禁想起赵衍来，他要是在，定要叫我站起来上课了。三哥听说赵衍入朝了，很是激动。四妹，不知是哪位大人说动了赵夫子，他竟然入朝了，真是天佑我大齐。我点点头，按原文里走向。过了中秋宴，三哥会被封为怀王出宫见辅。封王后，他就要开始上朝了。三哥为人宽厚，对待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向来是好的。原文里，
父王把三哥交托给了沈相，可沈相非但没有帮三哥懊悔他过于温吞的处事风格，更是暗里纵他，让他得罪了不少人。这一回赵衍入了朝，父王肯定会让三哥跟着他磨砺。赵衍为人正直，在朝中也无党派，由他带着三哥是最好不过的。沈谨言开始在太学里对我频频献殷勤，甚至都不避讳桑洛洛。他每日都要送我些小玩意，有首饰也有吃食，吃得我全倒了。首饰则被我放在了一个匣子里，等满了就全拿去换成金子。下课时，沈谨言又拦住了我，他递上一块翡翠双鱼玉佩，说是自己家祖传的。周围全是齐哄声。他一脸真诚，若不是前不久丑土来和我禀报他假扮太监和桑洛洛私会的事，我还真信了他的鬼话。桑洛洛那块祖传的，我这块也祖传的，感情你们沈家搞批发祖传玉佩的是吧？不过现在还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，怎么着也得先让他尝尝即将踏上人生巅峰，迎娶白富美的滋味啊，不然他以后怎么追悔莫及？我接过玉佩，沈谨言明显松了口气，他温声问我：公主，今日的桃酥可还行？我正打算随便敷衍他一下，周旭和长姐走过来，直接架走了我。糊涂，糊涂啊！一路上，周旭痛心疾首，表妹，你竟还信沈谨言这个烂人！四妹，你真还喜欢他？周旭恨铁不成钢，他就是看你现在胜券正浓，才来巴结的。我知道啊。那你还这样？我停下来，白了周旭一眼。若不是你在丽白宫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叫我别把桑洛洛供出去，我早和他退婚了，用得着在这儿和他虚与委蛇？周旭沉默了。四妹，你管他作甚？我陪你去找父王，我们今日就去揭发了沈谨言这厮的真面目。长姐拉着我就打算走，我看向周旭，他的恋爱脑需要一剂猛药。丑土，好好和世子汇报沈大人最近的行程。是，主子。丑土面无表情地开口，从沈谨言每月见桑洛洛几次，用的什么法子见的，在哪里见的，每次逗留多长时间，清晰的令周旭差点站不稳。长姐气得要回去砍了沈谨言泄愤，不过杀个负心汉，我就不信父王会怪我。我仍是盯着周旭，表哥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，今日我向你坦白了一切，是免得你日后怨我害他。中秋宴上，我和母后长姐穿着蜀锦宫装亮相，狠狠压了一头桑贵妃和桑洛洛。看着桑洛洛略微扭曲的脸，我扬起笑。这才刚刚开始呢。上次母后的话点醒了我，其实在这深宫里最不经靠的就是帝王爱。桑贵妃就算再受宠，那也是10年前的事了。父王就算再专情，也只限于把丧事圈在羽衣里护着，好吃好喝的供起来。至于丧事那些被流放的族人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赦免一个呢。也正是因此，这么多年，朝堂上的大臣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丧事归丧事，除非他主动谋反，否则就连我母后都动不了他。可桑洛洛就不一样了，他又不是父王亲生的，再加上我的胡搅蛮缠，父王最近对他明显有些冷淡了。许是危机感作祟，他现在越发粘着沈谨言了，隔3天就要见一回，也不怕出漏子。三哥入朝后，父王特地找了赵衍带他。沈谨言如原书中一样，殿选钦点的新科状元，又靠着他爹调到了吏部任职。周旭封了卫尉少卿，每天就是带着禁军巡逻。我们好像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。赵衍没再见我，即便我借着三哥的由头去找他，他也避而不见。他有心躲我，我根本见不到他。直到桑洛洛和沈谨言私会一事，被正在巡逻的周旭无意发现。父王震怒，我和沈谨言的婚约作罢。当天，赵衍托三哥给我带了一盒栗子酥。为了皇室颜面，父王先是随意找了个由头，把沈谨言打发去了翰林院。过了几天，又说他殿前失仪，直接急了他的职。沈相被勒令在家反省。至于桑洛洛，父王打算送他去玉泉关做姑子。那是父王第一次和桑贵妃争吵，也是桑贵妃第一次被禁足。最后还是母后出面，罚了桑洛洛去佛堂抄经。宫里人只当母后与桑贵妃争斗赢了，并不了解其中实情。我被母后接到了凤仪宫住，
父王日日都来。他们两人看我看得紧，生怕我伤心过度，做些傻事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对沈谨言用情颇深。桑贵妃是年底除夕夜解的禁，她出来第一件事便是来凤仪宫和我道歉，还请公主宽恕洛洛，她做了错事，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有教好。素衣银钗的桑贵妃是柔弱且美丽的，不过岁月终究在她脸上刻下了些痕迹。她禁足这半年，宫里多了丽嫔、兰贵人、林美人，数都数不过来的新人。她好像还不知道。桑贵妃走后，母后问我，你知道为什么桑贵妃一直生育不了吗？因为她落大狱时寒了身子，一直未调理好。错，她是被喂了断子药。我惊愕地讲不出一个字，母后揉了揉我的发顶。这是世家大族们允许桑氏留在这宫里的条件。桑氏自己心里想必清楚得很，不然她也不会这么汲汲营营，想为桑洛洛争个好夫婿。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主意打到你的身上。今年刚开始，先是江南水患，再是藩王叛乱。我从父王殿里出来后，特地在周旭巡逻的路段等他。表妹，周旭小跑过来，我担忧地看着他。表哥，听说你要跟着姑丈去前线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你还自动请缨，姑姑眼睛都要哭瞎了。周旭咧嘴一笑，你不是老说我20祖啊，我偏要挣个军功给你瞧瞧。德性。周旭还在傻笑，我瘪嘴，泪水溃了堤。表妹，你怎么哭了？周旭有些不知所措。周旭，你就好好在家当个20祖不成啊？非要去做显眼包，你们家缺你这点军功吗？我边哭边骂，周旭双手抱拳求饶。哎呦，祖宗，别哭了，今天风大，别把脸吹坏了。四公主。清凌凌的声音响起，赵衍穿着深深绯色的官服缓缓走来。削藩进行到现在已有2年有余，藩王叛乱是计划之中的事，我们早就开始布局。永安侯身经百战，对付几个乱党绰绰有余。我呆呆看着他，连哭都忘了。这半年倒是经常见着赵衍，他就像地里的春笋，突然就窜出来了，哪儿都是。赵衍冲我笑笑，别担心，又转过去对周旭说，周大人，别误了巡逻时辰，夫子余威仍在。周旭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，和我说要巡逻了，兄弟们还等着呢。我赶忙从衣袖里拿出平安符，递给了他。表哥，万事小心。表妹。周旭的笑脸有些挂不住了，他撇过头，狠狠抽了抽鼻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平安归来。说完，他就跑了。我看着手里迎风矗立的平安符，抽了抽眼角，然后把它给了卯月。追上去，给那个傻子。是，公主。3个月前，北静王子来齐，桑洛洛不在，长姐没有失了衣裙，也没有再走错房间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北静王子刚到京城，就有人给他呈上了一卷美人图。秋寿时的四公主，一身打眼的红衣，明眸皓齿，灿若朝霞。宫宴上，她几乎一直盯着我。狄公主倒是和本王相配。我打翻了酒杯，母后面色难看，厉声训我殿前失仪，还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回去！我慌乱行了礼，逃也似的出去了。殿里，父王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，性格毛躁，叫王子看笑话了。我麻木走着，浑身冰冷，面无血色，直到赵衍叫住了我。四公主。我眼眶微热，也不顾得礼义廉耻，回身扑进了他怀里。他身子微僵，我知道他喜欢端庄些的，可我怕再没机会同他这样站在一处了。所幸他既没跑，也没推开我。赵衍垂眸，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头。别怕，过了几日，二公主与北静王子一见钟情，王子非她不娶的事传遍了宫闱内外。若说长相，桑洛洛的却更甚于我。原书中他是故意扮丑才躲过的这遭。楚云秀，你会有报应的。母后含着脸叫人拖桑贵妃下去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你。你要是不动庆儿，你女儿也不会去填这个坑。桑贵妃冲撞皇后，被禁足在听竹宫，直到桑洛洛的送嫁队伍到了北境，
他才解禁。我本以为削藩一事提前部署了2年，又有赵衍在，这次应该不会再有差错。可父王还是突然病倒了，母后去世急了。这一切像极了那个梦的开头。父王的病很蹊跷，昏迷不醒，脉象却是和常人无异。母后举荐三哥监国，代理朝政。我开始夜不能寐，一闭上眼就是漫天的火光。长姐担心我，便搬来和我一起睡。我把殿内的熏香以及花草摆件全都撤了。入夜时分，我因惧怕火光，迟迟不肯点灯。四妹，不如把你那2颗夜明珠拿出来。长姐建议道。我连忙叫卯月去库房拿。卯月刚走没一会儿，外头突然吵嚷了起来。丑土从窗外翻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个身量颀长的男人，和月一样苍白。子期，长姐的声音有些高了。子期无奈地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我的公主啊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这么一惊一乍的。我瞪大了眼，这个子期怎么敢这么和主子讲话？关键是长姐居然乖乖捂了嘴，当真是好生特殊的主仆。丑土戴上面具，半跪下来。主子，接下来可能要见血，若主子害怕，可闭上眼睛。我心一跳，丑土，你这是何意？是宫里进刺客了吗？刺客？自我们暗卫出事，齐国王宫里就没有刺客一说。我看他们的穿着，倒像是兵，数量还不少，从西边来的。我沉下脸，西边是乾清门，是有人里应外合，开了乾清门。他们的目标，父王母后呢？我抓着丑土的手臂问道。主子放心，陛下那定然无虞。长姐弱弱开口，那我们呢？你们2个行不行的啊？子期笑了，光我们俩肯定不行啊，不过吗？吱呀一声，门被人推开，卯月捧着2颗夜明珠出现了。子期努努嘴，诺，有他在，以一敌百。暗卫里的暗卫，能单挑他的也就恶逢了。卯月面无表情，把夜明珠放好后，缓缓戴上那副托面具，然后挨着丑土半跪下来。我一阵恍惚，仿佛回到了初见他们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场景。他们的声音隔着面具传来。卯月，定护公主周全。丑土，定护主子周全。长姐亮着眼看向子期，子期轻笑，也戴上了自己的面具，施施然跪下。公主，子期，定护你周全。长乐宫被围了起来。卯月他们3人将我和长姐护在中心，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窗户上印着几个叛军的身影。怎么没声了？应该是中招了吧？这么怕做什么？军师不是说中了软禁散后，暗卫不足为惧吗？他们嘀咕着，丝毫不知一柄软剑已经悄悄被人抽出了腰间。不过一炷香时间，卯月提着软剑浴血而归，四周已经没有一个活口。子期啧了一声，我就说粉色不适合你吧。刚刚翻窗进来的2个小兵站都站不稳了。饶命，公主饶命！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公主饶命啊！软金伞、军师、叛军，还有外面那个人，这2个全都招了。长乐宫外已经有人抵住了大门，箭如星火落下，火油味和烟味，呛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又想烧死我。我冷冷看着满是火光的宫殿，丑土的声音夹在呼啸的风里，公主抓紧了。夜色中，几道人影在屋檐上飞奔。我们到的时候，父王寝宫的门快被破了。卯月率先落地，不过几招就把门口的叛军杀了个干净。燕冯，看来第一的头衔今日之后就要易主了。子期笑眯眯地看着一名禁售的黑衣男子，那人戴着一副新绣面具，闷声道：若不是中了软金伞，这几人既差一筹就既差一筹，说那么多做什么？我们推门进去，被眼前景象吓呆了。母后穿着一身银白盔甲，右手持枪，她身后是已经醒来的父王。父王、母后、庆儿、汉儿。母后快步走上前，把我们抱进了怀里。你们没事就好。我方才还在想，如果那边用你们的性命威胁我交出皇上，我该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我说皇后啊，既然他们来了，这话还是别说了。父王抱着母后的长枪，
一脸劫后余生的表情。我不禁感慨，父王站在母后身边，看起来好弱啊。父王并不是病了，而是中毒。幸运的是，所中的剂量微小，醒来得早，可身子如今仍是虚弱。我蹙起眉，父王，你是何时中毒的？父王突然暗下了脸，母后冷哼一声，温柔乡，英雄种啊。外头忽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骑兵声，我探头看去，赵衍和三哥带着大批兵马从后方杀了过来，他的马后还拴着一个人。叛军很快被制服，赵衍带来了一个人，沈谨言。我眯起眼，而他在看到我全虚全已地站在店里时，面目顿时狰狞了起来。贱人，这都没能烧死你。沈谨言的脸被赵衍踩在了地上。赵衍阴恻恻地说道：沈谨言，你这口气还是留着等会儿上刑的时候叫吧。那梦中人真的是他。心脏不合时宜地泛起针扎似的疼痛。我垂下眸，微微叹息。那块沈家祖传玉佩上缀的穗子编法，同我在梦中见的那个穗子一模一样。不过，即便我没发现，也早就真相大白了。至于另一边，母后正指着桑贵妃大骂：真是蠢货一个！我看齐胜这几年把你宠得一点脑子都没了，你竟敢伙同藩王，逼宫谋反。桑榆，你好大的胃口啊！你想做太后是吧？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做皇帝？就那两个肥头猪耳、满脑废料的藩王，能坐得稳这个位置吗？桑贵妃、沈相伙同藩王逼宫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陈妃抱着刚从神府里搜到的武帝，嚎啕大哭。武帝一脸懵逼的醒来后，就喜提了一名暗卫。京中的叛乱平息，藩地也相继传来捷报。周旭生擒藩王，立了大功。舅舅和姑丈如今正押着那两个藩王进京。父王中了千机引的毒，还好发现及时，否则老早嗝屁了。桑贵妃和沈家人统统关进了大狱。父王下旨前，召我过去谈心。他问我：庆儿，你说我该如何处置他？完了，父王被毒傻了。父王叹了口气：你母后说的对，是我优柔寡断，感情用事，不分轻重，让你们身陷险境，都是父王的错。这些里面，你帮他选一个吧。来喜公公呈上托盘，里面放着白绫一根，鸩酒一壶，鹤顶红一瓶，匕首一把。父王，我还是个孩子。父王，还是叫他自己选吧。也好。当晚，桑贵妃自缢在狱中。丞相府被抄，沈家诛9族。宫里没什么特别大的损失，除了我的长乐宫被烧成了焦灰。长乐宫需要修缮，我便住在了长姐店里。不住不知道，她和子期的互动简直酸死我了。被酸了几天后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只能跑到母后那儿。这下轮到父王不乐意了，他非说自己因为之前的事情半夜睡不好，只有在母后身边才能安然入睡。我看着母后店里新挂上去的那杆梨花枪，抽了抽嘴角。父王，你的癖好真的有点特殊。半夜，武帝软绵绵的声音在被窝里响起：四姐，我也想要双水晶鞋。你是男孩子，穿什么高跟鞋啊？我想参加舞会啊。睡觉去，你再不睡，当心发育不良变成小矮人。经过沈谨言这事后，父王和母后打算为我招个能入赘的驸马，以此来确保我日后不会受委屈。而第一个来应征的人居然是赵衍。我看着殿中跪得笔直的人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来喜，快给赵大人看座。母后笑得跟朵花一样，就连父王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他们三人聊得起劲，时不时问问我的意见，我其实什么都没听清楚，只是机械的微笑点头。我父王哪舍得他做入赘的驸马啊，当即就写了封赐婚的圣旨，直接把我许配给了赵衍。这样又变成我下嫁了，是他赵衍上公主，不是我招驸马了。不过父王打算为我在京中修建一所公主府，还打算给我涨点月俸。我和赵衍一同出去时候，脚底板都是软的。他的手上拿了道明皇的圣旨，婚期定在明年秋天。我已去信和家中父母说了，他们大概1个月后就会到达京城。啊！我傻眼了，他这是来之前就把一切安排好了。你就不怕我不答应？赵衍笑了。你不答应，
我便再来。我涨红了脸，不知羞。番外赵衍，怀王殿下说，四公主今日又来寻我，她问我见是不见。我摇摇头，我不能见，也不敢见。她拿腰带威胁我时，心里那一闪而过的期待，实在让我狼狈。她明年开春就要成婚了，我如何能见？当初就不该答应她出事，约莫是昏了头。我嗤笑，或许早就昏了头，不然怎么会见她多吃了2块栗子酥就记在了心里？这份见不得光的心思，着实叫我头疼。本想削藩事了后，便辞官回西陵，但沈谨言和他的婚事突然作罢。我坐在椅上许久，怀王殿下来时，我都没发现，他以为我在忧心削藩一事。惭愧，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年长他5岁，他又只当我是夫子，若贸然去提亲，他会不会不答应？北境王子来齐，指明要四公主和亲。朝堂上以沈相为代表的一派，希望齐国能与北境和亲，结秦晋之好。不过区区北境，打架还能怕了他们不成？郑国公，如今削藩一事已经闹得各位藩王不满了，若是北境这儿在，天天忧这忧那，要我说一口气全打服了，他们也就不敢再有意见了。我倒同意，那北境每年都要来抢牛抢羊，边境百姓苦不堪言，不如一锅端了。永安侯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若真打仗，得支出去多少银子？得了，你这吏部的老头天天哭穷，我们如今国富民强，还怕他一个北境小国不成？我皱起眉，心里盘算着要不要现在就把他沈相通藩谋逆的证据拿出来。至于北境那个小子，我早晚要把他的眼睛剜下来。什么人都敢看，不知死活。不过和亲一事被皇后娘娘处理得很快，我都没能插上手。我开始加快了削藩的进程。沈相这张老脸有些瞧腻了。周旭要参军，皇上很欣慰，允得很快。我本来也有些赞许他的作为，可当我看到四公主和他站在公道上话别时，我只觉得周旭讨厌至极。宫变那晚，长乐宫里到处都火光，沈谨言在外面笑得癫狂，他现在怕是早就被烧成灰了。我翻身下马，想冲进去找他。大人，怀王身旁的银叶拦住了我，四公主的暗卫伸手了得，她不会有事的。暗卫？沈谨言冷笑，不管是什么暗卫，只要闻了软筋散，就是个废物。我听到软筋散3个字时，脑里一片空白。四公主，我拼了命地想往长乐宫里走，我只想进去看看，她在不在里面。赵大人，外围的这些叛军全是一剑封喉，是卯月的招式，他若是中了软筋散，不可能使得出这招。银叶的解释让我顿下了脚步。卯月肯定已经带四公主走了。我让人把沈谨言绑在我马后，一路疾驰，到了陛下寝宫。外面立着4个暗卫，大门敞开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他，安然无恙就好。番外四公主，我和赵衍成婚后的第5年，齐国铁骑踏灭了北境。北境王被押到京时，已经只剩一口气了，听说眼珠子都被人剜了下来。这次是由周旭挂帅，赵衍做军师，他们还找了一番丧落喽。结果得知，她嫁去的第2年，就被当时还是王子的北境王折腾死了。赵衍回公主府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孩儿送进宫里小住。喂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有他在，不方便。你，我你不出来了，因为赵衍堵上了我的嘴。情到浓时，赵衍在我耳边蛊惑：公主，如今国泰民安，不如我把官辞了，带你四处游玩。那孩儿呢？他不是在宫里，可是他才3岁哎。马上入夏了，我们可以先去江南赏荷采莲，水乡多雨，你最喜雨天，为什么不去看看江南的烟雨？犯规，太犯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